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是我们 iCloud 的第一集，我们想先跟大家去聊一聊什么是 iCloud。iCloud 是 Apple 提供的一个服务，它主要是针对 Apple 的一些硬件产品可以上网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你登录了 Apple ID 以后，那默认呢是提供给你 iCloud 的服务。那 iCloud 呢，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去理解。大白话来讲吧，一个部分是免费的，一个部分是收费的。那如果用这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基于存储的一些功能和在存储之上再多给你的一些功能，那我们把它叫做 iCloud 和 iCloud 加。所以现在你在你的手机设置的 iCloud 这个选项标签里面，你是可以看到有 iCloud 加，不管你有没有付费，你都可以看到iCloud 后面带个加号这个字样的哈。那对于普通的 iCloud 来讲，也就是说免费版的来讲，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呢，它有一个技术上的特性，就是都是基于网络存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iCloud 云备份比如说 iCloud 照片，比如说 iCloud 云盘，甚至 iCloud 钥匙串等等等等，它的本质呢都是基于存储而延伸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功能，那就要去花钱购买 iCloud 加了。iCloud 加首先是能够拥有更多的存储空间，那其次呢，你还可以跟家人进行分享，最多6个家人可以共享你购买的这些空间。那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从200个 G 的容量开始，你就算是 iCloud 加的用户了那你就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了。那如果你只是50个 G 的那个版本，应该说还不行，还用不到，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容量上的提升而已。那当然 iCloud 加还有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专用代理，比如说隐藏邮件地址，还有这个 iCloud HomeKit 安防视频等等，这些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我会专门开一期节目跟大家去讲。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一语带过的就是更高的存储空间这个是属于 iCloud 加的。然后与家人共享，这个是属于 iCloud 加的，一语带过，以后不用再讲。还有一个以后不用再讲的就是专用代理，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地区不能用，所以原则上呢也不把它作为重点了。但是简单的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就是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类似于一个像 VPN 一样的服务，但是它的本身的目的呢就不是说为了让你科学上网用的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的隐私，隐藏掉你的 IP 地址。可能本来你的 IP 地址呢是在这个比如说江苏省的，但是有了这个 iCloud 专用代理呢，它可以把你的 IP 地址隐藏成比如说什么安徽省的什么河北省的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这个一些跟踪的网站或者是一些想要查到你在哪里的，它就是多了一层保护。但由于这个在中国大陆不提供这个大家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关于隐藏优先地址和 HomeKit 安防视频呢，这个我会目前打算吧，专门开一期节目跟大家去聊。那如果是免费版本或者是50个 G 的版本呢，你就基本上只有上半部分设置的上半部分的功能。像我这对着一台手机的设置，然后跟大家去聊iCloud 来说呢，存储空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在设置当中一打开，首先看到的就是你用了多少空间总共多少空间，用了多少空间。那如果你在这个空间的这个显示条的上端的左上角这边看到的是 iCloud 云上贵州，那这个就可以确定你的 Apple ID 的地址是中国大陆了但如果你没有看到由云上贵州什么什么，因为我看到过非常多，特别是老年人，他会把 iPhone 的字体放大，那一放大了之后呢，就会造成你看不到云上贵州几个字了，你可能只能看到 iCloud 由点点点。那我不确定是不是你把字放得足够大以后，连由都看不到了。但不管怎么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只是 iCloud 后面没有跟任何的东西，那你的 Apple ID 一定不是中国大陆。
但如果你的 iCloud 后面又加了几个文字的啊，一般就是中国字了，那你这个 Apple ID 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了，你也不用再去查了，肯定是了。那你的购买 iCloud 加的价格也是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的。你的存储空间已使用的部分呢，它会跟其他的 Apple 产品一样，用不同的颜色来告诉你什么东西占用了多少啊，比如说照片占了多少，文稿占了多少，备份占了多少。然后下面有一个按钮叫做管理账户存储空间，你把这个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项目它占用了你多少 iCloud 的空间。那其中有一个可以看到叫做更改存储空间方案，你把这个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对你 iCloud 的容量进行升级或者是降级都可以的。那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来讲呢，50个 GB 是一个月6块钱，然后200个 G 呢是一个月21块钱，2个 TB 是一个月68块钱，这个是我一直使用的版本。然后最新推出的2个更大的版本是6个 TB 的，一个月198块钱和12个 TB 的，一个月398块钱。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好了。那这也是网络存储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吧，就是你加点钱是可以增大这个存储空间的。它不像你买手机的时候，当时买这个手机是多少个 G 就是多少个 G， 你想增大就只能换一个新的了啊。当然在这儿我们不聊那种强行破解的话题啊。好，那有了存储空间之后 iCloud 到底能帮大家存些什么呢？我们其实在下面可以看到的，我们点显示全部，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样非常多的一个列表。它有一些呢是用下拉菜单来去帮你设置的，那下面的这一些基本上就是一个标题后面一个开关，一个标题后面一个开关一个标题后面一个开关，一个标题后面一个开关。那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下半部分就只有一个开关的这个先跟大家去聊完。比如说通讯录的开关吧，那通讯录的开关只要你把它打开，那你手机内部的存储的通讯录就会被自动的同步到 iCloud 上面去。那一则呢是做一个备份，二则呢是当你以后换手机的时候，你不用再重新的去导通讯录了，它会自动的帮你同一个账户下的通讯录再同步回来。那三则呢是如果你有多台手机或者你有多台 Apple 的设备，那你的通讯录也会同时在你所有的设备上进行同步这个同步的意思是在任何一个设备上做了添加、删除或修改，与此同时其他的设备只要联网，那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同步的做出添加、删除或修改所以这个开关打开之后，虽然说你的通讯录确实是存在云端了，但是你不要忘了，它跟你的本地是实时对应的。我见过非常多的人，他认为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通讯录有没有到云端？到了。那到云端了，我本地不就可以删掉了吗？因为我这个手机要卖掉了所以我手机到了云端之后，我就开始开关打开了，确定同步完成了，然后打开我的通讯录，然后一条一条的把我的联系人全删掉。然后我手机就卖给下家了。那当你买了一个新手机，在登录你的 Apple ID 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通讯录怎么都没了回来骂娘了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我反复在强调 iCloud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基于存储的服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储服务虽然它在技术上是基于存储的。什么叫基于存储？你要把这些通讯录上传到云端，你的云端要有一个地方放吧，那要有一个空间吧，那这个空间我们叫存储，要有个地方存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储。如果是单独的存储的话，它的本地和云端是隔离的，是隔开的，就是像我们熟识的就是某度网盘这种什么某里网盘是吧？这各种了，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它是分开的你放上去了就是放上去了，拿下来了就是拿下来了，是完全两个地方但是对于 iCloud 来讲，虽然也是基于存储的，但它都是同步的，就是连同的。你这边删一个，本地删一个，云端就删掉一个。同样，云端删掉一个，本地就删掉一个。只要你网络通畅，而且它同步全是自动的。你能不能说我手机删掉了之后，我赶快我意识到了，哎呀不对，有没有一个急停按钮，让你赶快别同步了？没有
这边删掉，那边立马就删，只要你网络通。网络不通的情况下是云端还有，但是一旦网络通，那马上那边也就没了。所以所谓的急停按钮是什么？你就把手机关机，网断了，对吧？然后赶紧找另外一个设备，或者是登录 iCloud.com， 把上面已经存的通讯录先下载到本地，因为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先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手机的网络打开，让它同步之后啊，你云端也全没了，但是你不是有个备份了吗？然后再把这个备份恢复过去，所以不要做这种傻事啊。iCloud 的这个通讯录是不需要去考虑省空间的，要考虑省空间的问题是照片，那个我们下集单独开一期再讲。所以大家明白了通讯录开关之后，后面的什么提醒事项、Safari 浏览器、股市、家庭、钱包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同步你这个 App 所生成的一些个人数据，注意是个人数据啊。那通讯录提醒事项自不必说 ，Safari 浏览器同步的是什么个人数据呢？一般来讲就是你的书签、阅读列表这个东西啊。股市就是同步的是你关注的这些股票号。那家庭呢，就是同步的你个人的一些家庭设置。对于钱包来讲，同步的就是一些卡片，还有一些你的这个交通卡、银行卡可以同步了。Game Center 同步的是游戏进度还有包括你的游戏排名Siri 呢同步的是你的一些偏好，你经常用，它会越用对你的语言识别的越准确嘛。包括这个无边际手记，这个就没什么好再特别解释的了啊。包括你再往下滑，还会有一些第三方 app， 那个就自己去理解就好了。基本上这个就是同步与不同步的一个开关。我只需要大家注意，就是千万别觉得同步了就可以删掉手机里的了啊，因为我说的是同步，而不是存储。什么叫同步？就是手机里有什么，云端站就有什么。这个概念只要大家搞清楚了，就可以非常轻松的使用 iCloud。那至于上面的那些部分呢，其实要聊的内容比较多。那我目前的打算呢是单独开节目，特别是 iCloud 的照片，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固有思维，用过一些其他品牌的网盘的话，那个真的要牵扯到给你搞脑子了啊。那明白的自然明白啊！我已经看到我的观众有留言，把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理说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我还是得做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 iCloud 的备份。那这个备份呢，其实就是把你所有的 iPhone 里的内容全都备份一份到 iCloud 上面。那这个备份呢，我特别提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可能跟你理解的备份不一样。首先，备份你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比如说，哎呀，我通讯录不当心删掉了，哎，我不是有备份吗？是吧？这个备份我能不能把它拿回来啊？能，但是你不能单独的只把通讯录拿回来。你要想拿回来，你必须找一个新的手机，然后呢，把这个 iCloud 上的备份全部的恢复到这个新手机上，那你才能够看到这些。所以这个备份其实它是给你打个包打在一起的，这个包你是打不开的。你说让我看看包里有什么，对不起，打不开。你只有把这个备份恢复到一个硬件设备上面，它才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备份的好处，因为它备份的是整个手机的本地存储空间，所以它是可以包含一些第三方的 app 比如说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你开了的话，那这个备份也会把微信聊天记录备份到 iCloud 上面有一份。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想单独的从备份当中把微信聊天记录取出来，对不起，取不出来，你只能找一个新的手机，把全部的备份全恢复过去，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所以这个是备份。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高级数据保护，这个要高版本的 iOS 系统才会支持。那这个看过我往期节目的观众应该就不陌生了，它名字叫高级数据保护啊，其实呢就是端对端加密，也就是说把你的数据在服务器端和你的手机端进行端对端的加密。那你只要点进去这个高级数据保护，你只要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会把你 iCloud 里面的哪些内容进行端对端加密。你可以打开这个功能，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是可以用的。我自己开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关闭了，原因是因为速度比较慢
啊，这个我不确定背后是什么原因。那后来呢，我也就没有再开过。大家如果对自己的隐私保护比较在意的话呢，你就可以把 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给打开。可能目前呢，你还要忍受一些速度的下降，但是我相信随着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升级迭代吧，这个保护隐私和速度，它是一个可以兼得的，未来可期。但是目前我试过的情况是会稍微慢个一点点的，这个开不开交由大家自己。最后还有一个开关叫做在网页上访问 iCloud 数据，这个也是一个出于安全的考量，因为毕竟 Apple 用户不太会经常的去通过 iCloud.com 去查看自己的数据。那如果你不是这么经常的去看呢，你可以先把这个开关关掉。那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出于自己账户安全的考虑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网络诈骗这些骗子想去破解你的账户，他基本上是通过网页来去破解的。那如果你压根儿就把网页这个端口给切了，那就从根本上也杜绝了会从网页端被破解的这个风险了。当你自己想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再打开啊。但是呢，就是万一有一天你自己身上什么设备都没带啊，别人借给你一台电脑，这下就坏了。那么你自己访问 iCloud.com 你也登不进去了。所以这个我是一直还是开着啊。但是如果你比较担心自己的这个账户安全，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也不太会通过 iCloud.com 访问，甚至你连怎么访问，连 iCloud.com 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那我觉得你关掉对你也不怎么老影响的，对吧？好，那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今天这一期什么是 iCloud，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